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2月8日，星期天。我们在周末给大家做一个周末的复盘。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，我想对于每一位美股交易者来说，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脏过山车。我们先是经历了周初那种令人窒息的暴跌，账户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明显的缩水，恐慌是有蔓延的。紧接着周五，我们迎来了一根巨大的阳线，暴力拉升。那么现在我知道大家坐在屏幕前，心里最纠结、最想问我的问题只有一个，就说周五的大涨到底是不是死猫跳？我是应该趁反弹赶紧逃命，还是大胆进场抄底？那么如果这几天你关注了我的视频，你应该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如何进行看待这个市场的。那么在周五一片哀嚎的时候，我是明确的告诉大家，这个不是死猫跳，不要交出你的低位的筹码的博主。为什么我敢这么去说？因为流量可以骗人，新闻可以骗人，但是资金的流向和底层逻辑是不会骗人的。所以说今天的视频非常的关键，我不仅要复盘周五大涨背后的真相，我还要给你一个明确的剧本。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认为大盘的市场底正在形成，以及下周主力可能会怎么走，到底是 V 型反转直接上天，还是二次探底搞心态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会带大家过一遍 SPY、QQQ、英伟达、特斯拉的精准的点位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拿好你的笔记本。今天的干货，哪怕你只听懂一半，下周你都能够跑赢90%的散户。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把你的低位筹码给守住，并且呢 SOXO 我们是带大家有进行抄底的。如果你怕这种3倍杠杆，我们就去做指数或者是做英伟达，我都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会员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哈，这位朋友一来就给我们快几万的一个收入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一年这样的机会其实也不少，你抓我一次，那么你就是可以拿到很多的利润的。那么我们这次很多朋友的盈利截图是非常的不错的哈，我们都是非常的为大家开心的。如果大家想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下载 Discord， 然后呢扫码，然后如果你不想扫码的话呢，就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个链接。YouTube 这边呢只有博士班有每天的点位，但是呢博士班没有群。如果你想加入群的话呢，还是建议你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的会员群，好吧？我们都会带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现在的市场，以及最精准的点位和方向的指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正题。首先我们要解决很多人的恐慌症，很多人周五不敢买，怕周一直接被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周五的这根阳线它的性质完全变了。第一，你要去看它的量能，大家注意看，周五不仅涨，而且呢它还是有放量的一个大涨。什么叫做死猫跳？死猫跳就是无量反弹，那个呢是主力拉高一点，为了更好的出货。但是周五的这个量可以明显的知道机构在进场抢筹码。你要知道华尔街的巨头们拿着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，他们不会在下跌中继的半山腰去接飞刀，敢在这个位置放量吃货，证明他们认为这里是有估值的性价比的。第二，我们一定要看情绪的一个极值。上周三、上周四，市场弥漫着什么样的情绪呢？就是恐慌。恐慌指数一度飙升到了极高的位置，巴菲特都说烂了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一定要贪婪。从交易心理学来讲，当所有的人都在喊美股要崩盘了、大萧条来了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底部。所以说你可以知道，在周五的时候，恐慌指数就是有一个暴跌，说明什么呢？恐慌的情绪已经被瞬间的打穿，空头被迫平仓，多头已经拿回了主导权。第三，你一定要去看一下领涨的板块。如果周五大涨的是什么呢？可口可乐或者是沃尔玛，只是这些防御性的板块涨的话，我会很担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明资金还在避险。但是你看周五都是谁在带头冲锋？是半导体，是软件，是 AI， 是那些风险偏好最高的板块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主力的进攻欲望回来了。所以结论很明确，这不仅不是死猫跳，这很有可能是未来一个季度行情的起点。那么既然底有了，那下周怎么走？是不是周一就要满仓的梭哈，直接看 V 型反转创新高呢？冷静一点。如果你问我下周的剧本，我判断是什么呢？大方向是向上的，但是短线会有回踩，回踩干嘛呢？给你上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周五抄底的获利盘真的太多，我都建议我的会员朋友有一个减仓，而且再加上上方有很多在
上周被套牢的冤魂。那么主力想要拉升，必须要在下周初进行一次洗盘，听好了，洗盘。所以我预测在下周初，特别是周一周二，大盘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回撤的动作。但是请听好，这个回撤不是危机，是机会。主力它很有可能会做一个什么呢？标准的 W 底结构。周五的低点是 W 的左脚，那么下周的回踩是 W 的右脚。只要下周的回踩不跌破周五的起涨点，或者是在周五阳线的一半的位置得到了支撑，那个时候就是倒车接人的最佳上车点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下周一二指数走得不大好，你千万不要像上周一样恐慌的割肉，相反，你要紧盯着我接下来给你的几个黄金坑的点位，大胆的把仓位给打进去。如果你在盘中还是不知所措，那么我就欢迎你来加入我的会员群，好吗？那么在盘中的话呢，我也会有这个答疑，让大家呢轻松的上阵，轻松的去挣钱。好了，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，我们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点位上，大家记一下这些关键的点位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大盘 SPY。周五虽然收盘很强，但是呢，我们下周一定要首要的关注下方的第一道铁底，也就是什么呢？在周五阳线实体一半的价格，或者是关键均线的一个价格，只要是 SPY 维持在这个价格之上，所有的下跌都是什么洗盘？良性的洗盘。如果你是交易者，激进的交易者，下周初能够回踩得到这个关键的支撑位，你不要犹豫，因为这是多头防守最强的一个地方。上方的压力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个跳空的一个缺口。那么如果能够放量冲过去， W 底正式确立，目标直指新高。所以说呢，大家也不要有过多的一个恐慌或者是害怕。我们再来看 QQQ 这边稍微的要弱一点，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位，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610上下这个压力位是比较的大的。如果说能够把这里变成知足转换的一个位置，当然我们就觉得更加的乐观。但是如果没有冲过去也不要紧，大概就是在605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的支撑位。听好，支撑位如果说能够回踩并且企稳，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入场点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跌破了600 QQQ 真的就是跌破了，但是呢，你最好是看3天时间。如果跌破了600的话，我的 W 底剧本失效，那个时候大家才需要考虑进行止损。目前我认为这种概率比较的小，只有不到20%。那么我们讲完了大盘，看看大家最关心的个股。我们先说一下英伟达。英伟达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铁底嘛，170。但是铁底这个地方，如果说它回测的次数多了，很有可能会被击穿，所以说你还是要小心一点点。我们当时呢就是在跟大家讲，你除了买指数，买七姐妹，那么七姐妹里面最应该买的就是英伟达，因为英伟达这个地方170上下的点位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抄底的点。那么你可以看到，在周五的时候就大涨7%，它是全村的希望，也是这波 AI 行情的龙头。那么英伟达在周五表现得非常的硬气，它是在这里，在180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支撑。下周怎么做？还是一样的，回踩大概是在182左右能够企稳，那么就是买点，坚定的持有。我不建议大家去猜它的顶在哪里，只要趋势带在，你就可以一直的拿住。如果说你就是怕你的利润有一个回吐，带上一个下破止盈，然后呢继续的持仓就 OK。再来说一下这个特斯拉。特斯拉我也讲过，一个大底就是在380左右，然后呢一个很容易形成知足转换的底就是在400，这是散户最爱、波动也最大的股票。特斯拉周五的走势也是比较的强势，但是呢比英伟达稍微的弱了一点点。那么回测大概405上下，如果说能够企稳，我认为你是可以去做的。这一波只要它的大底400这边不跌破，上去冲一下450是非常的有希望的。如果它已经跌破400，3天不站回去，短线先出来观望，不要硬扛。那么我想跟大家再讲几句心里话，做交易你可以发现最难的并不是技术，而是你的心态。上周大跌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难受，但是呢我知道那个是市场在起不清洗的筹码，不坚定的筹码，说错了，在清洗不坚定的筹码。反弹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如果下周在磨底的过程中，你又开始怀疑人生，我建议你把今天的这期视频再出来好好的去看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AMD。AMD
也跟大家讲了200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底，虽然说在周四周五的时候有跌破，但是我告诉大家日线看3天好吗？日线看3天，3天没有跌破站回去了，那么就证明它的这个底还是比较的顽强的。那么回测大概200上下的一个位置没有跌破的话，短线进行入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明天在周一我们会给大家在会员群公布周区间，你只要用好周区间，你不用盯盘，时差档、上班档，你都是可以收获非常好的一个利润的。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周五是不是死猫跳？不是，我认为周五很大概率是机构已经进场了，下周初肯定还是有回踩的。那个是为了构筑 W 底的一个右侧机会，记住回踩是机会并不是风险，你一定要紧紧的盯着我刚刚给的 SPY 和 QQQ 的关键的支撑位，到了位置敢于出手，没到位置耐心等待。我们要在绝望中看到底部的曙光，在犹豫中拿住手中的筹码，最后在疯狂中把货卖给别人。如果说今天的视频给了你信心，或者是我的点位分析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给我点一个大大的赞好吗？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这个呢对于我非常重要，也是我持续输出高质量内容的动力。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复盘中不见不散。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想在年初的时候换券商，想有这个夜盘的交易，或者是盘前盘后的一个交易的话，欢迎大家来加入富途木木，入金富途木木。现在它的这个优惠活动非常的多，大家用我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就可以来开户入金加入木木。那么也预计大家好好的有一个盈利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